哎，你聽說了嗎？台灣又開始發錢了。對，就是那種全民普發、人人有份的那種。這次是1萬台幣，折合人民幣2000多塊。你看着好像還挺多，但這事兒吧，得從頭說起。事情是這樣的，今年7月份，台灣立法機構通過了一個什麼強化經濟社會韌性特別條例，聽着很高大上，對不對？但說白了，就是因為美國那邊要對台灣徵收關稅。最開始傳言是32%，後來確定是20%。你想啊，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700多億美元，這關稅一加，出口企業直接傻眼。所以台灣當局就想了個招，給老百姓發錢，總預算5450億台幣。怎麼領呢？他們搞了5種方式。最方便的是網上登記入賬，11月5號開始分流登記，按照身份證尾號來，頭幾天是0和1開頭的先登記，然後依次類推。你要是懶得上網，也可以去 ATM 機領現金，11月17號開始開放。再懶一點的，可以去郵局排隊，11月24號開始。還有一些特殊群體，比如老人、身障人士，直接造冊發放，錢打到賬戶裡，連登記都不用。整個登記期長達半年，一直到明年4月底。這事兒聽着挺美好的，對吧？但你要知道，這可不是台灣第一次發錢了。2023年他們就發過一次，那次是6000台幣，說是因為稅收超徵4500億，拿出1400億來還稅於民。當時還搞得挺熱鬧，官網都是6000點政府點台灣，好記吧？那一次也是5種領取方式，跟這次一模一樣的套路。再往前說，疫情期間美國發錢，你還記得嗎？那可是真發得很。特朗普在任的時候，2020年3月到4月發了第一輪，成人1200美元，兒童500。2020年底又發了第二輪，成人小孩都是600。拜登上台後繼續發，2021年3月的第三輪，成人小孩都是1400。加起來符合條件的美國人總共拿到了3200美元。當然了，收入越高拿得越少，年收入超過75000的就開始遞減了。那些發錢到底是為了什麼呢？從技術層面講，這叫財政刺激，屬於凱恩斯主義的經典操作。經濟不好的時候，消費萎縮，企業訂單減少，失業增加，然後消費進一步萎縮，這就是惡性循環。政府這時候直接給老百姓發錢，讓大家去消費，錢流動起來了，經濟就有可能被激活。美國疫情期間發錢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消費，但副作用也很明顯，貨幣超發導致通貨膨脹。後來美聯儲拼命加息，就是為了收拾這個爛攤子。台灣這次發錢，表面上說是應對美國關稅衝擊，但實際操作邏輯有點微妙。你想啊，關稅打擊的主要是出口企業，尤其是半導體、機械、紡織這些行業。發錢給全民，能不能真正幫到這些企業？不太好說，更像是給民眾一顆定心丸，告訴大家政府在做事。而且發錢的時間點也很有講究，剛好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前後。從影響範圍來看，台灣總人口2300多萬，這次發錢覆蓋所有有戶籍或居留證的人，包括新生兒。5450億台幣的預算，普發現金佔1400億左右，其他的用於企業金融支持、勞工就業保障什麼的。聽起來很全面，但錢分散開來，每個領域能拿到多少，夠不夠用，這都是問題。你再看美國那邊，現在特朗普又開始說要搞關稅紅利，給年收入低於10萬美元的家庭發2000美元。這個數字聽着不少，但你得知道美國的生活成本。而且這個政策還沒真正落地，都只是在討論階段。說白了，發錢這事兒已經成了一種政治工具。經濟不好了，發一發；選舉快到了，發一發。反正錢發出去，選民看得見。但是呢，這裡面有個根本性的悖論，政府發的錢從哪兒來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要麼是超徵的稅收，要麼是舉債，要麼就是開動印鈔機。台灣2023年那次說是稅收超徵，但超徵本身就說明企業和個人交了太多稅。現在把錢發回去，聽着是還稅於民，但這稅當初為什麼要收這麼多？美國就更直接了，直升機撒錢。國債規模已經30多萬億美元了，以後總是要還的。更深層的問題在於，發錢能解決結構性的經濟困境嗎？台灣面對的是產業轉型的壓力，過度依賴半導體出口，
內需市場不夠強，薪資增長緩慢。美國面對的是貧富差距擴大、製造業空心化、中產階級萎縮。這些問題發幾千塊錢就能解決，顯然不能錢拿到手買點東西爽一陣子，然後呢，該失業還是失業，該漲價還是漲價。最諷刺的是，台灣這次發錢的背景是美國的關稅大棒。台灣一直把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，結果美國照樣該收關稅收關稅，該要投資要投資。據說美國要台灣拿出3500億到55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，這是台灣過去70多年對美投資總額的6到10倍。台積電已經砸了165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，但美國還嫌不夠。而台灣當局呢，一邊跪着談判，一邊給老百姓發1萬台幣，告訴大家我們在努力。這1萬塊錢說到底是一種政治麻醉劑。你看，成年人的世界沒有什麼是簡單的。發錢這事兒，短期內確實能讓人高興，但它掩蓋不了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。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再發回給納稅人一部分，然後說這是福利，這是關懷。民眾拿到錢也知道這是杯水車薪，但總比沒有強。雙方心照不宣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交易。真正值得反思的是，我們為什麼會陷入這種循環？經濟出問題了就發錢，發完錢問題依舊在，然後繼續等下一次發錢。這不是解決問題，這是延緩問題爆發的時間。當發錢成為常態，當民眾開始期待政府定期發錢的時候，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競爭力就在悄悄流失。最後說一句，那1萬台幣你要是能領，當然還是領了吧。畢竟這是你的錢，從你交的稅裡來的。但領的時候心裡得清楚，這不是什麼從天而降的恩賜，這是政治算盤裡的一顆棋子。而你作為一個成年人，最需要的不是這1萬塊錢，而是一個真正健康、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。只可惜這個環境不是靠發錢能買來的。